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21号星期三清晨，5点35，现在准备去赴约。大家看我这装备就知道啊，今天肯定是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。第一次骑车跟大家拍摄，还是安全第一吧。一会儿等我放下车再跟大家说啊。哎，还有几分钟就到达约定的时间了，他们应该已经在那边了。还准备了一个小条，跟他们说一下为什么。本来是打算让那位老哥帮忙打个招呼，后来一想，第一次参加人家这个活动，还是得认真一些，真是很意外。看他们应该已经在那儿，就是那些人，穿特别颜色那件背心的，就是那位老哥。Hello，今天怎么样呢？哎呦，嘘、マジで。啊，昨日、顎も。啊，声だ。啊 No problem. ，no problem。 Yeah. This morning, No I'm so problem. sorry。医生说你要休息7天。其实是就是腿啊对没有事儿，哦主要是这儿哦，这儿掉了一块皮，等于一出汗就会特别的疼。没有猪，没有，没有，主要这一个儿星期左右擦掉了，对。哦然后这个地方先着的地，这是绕快，你也绕了，老了哈，对，绕了以后，这个身体的这个神经就反应不过来了。对，昨天摔倒的时候应该学生没有这样的。对啊，昨天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摔倒了。啊，对。啊，刚才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他们已经开始热身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合了个影。他们说第一次来的都要站在最中间，感觉就是很意外吧。还看到了一位2小时20的大神，但是人家在换衣服，不拍人家了。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伤情，好吗？先跟他们告别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还是在大阪城里这块的风景不错。平常跑步不往这条路上来，看看。还行哈。行，跟大家伙汇报一下伤情啊。大家看我走路应该能看出来，就是腿其实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外伤，因为不是腿先着的地。左腿的膝盖比较严重，昨天视频里大家看到了，已经贴上了，看，还早上起来刚贴的，渗出血了。但是就是擦破了，甚至都没有淤血，几乎没有淤血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感觉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是不影响走路和跑步的。但是为什么不能跑步了呢？是因为刚才那位日本老哥说的对，就是因为年龄大了，反应慢了。昨天摔的时候，其实它是一个下坡，就是一个挺陡的小下坡，不是很长啊。然后那个地面上有一点点是凸起，因为柏油路有一点点凸起，看不出来的。然后脚跟地面有一个摩擦，然后就绊了一下就往前踉跄了一下。我本来想的是2步我就调整过来了，结果没调整过来。之后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摔倒了，就来不及手扶地了。所以这只手其实就伤了一点，双手就伤了一点，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擦伤。其实是这儿下巴和胸口这个地方先着的地。那下巴运气还行啊，没有被割破。我看好多人下巴有那种伤，就是直接摔倒，然后里边的骨头把肉割破那种大的疤。我妈妈就有那么一道特别深的伤疤。然后牙还好，牙其实没有伤到那个严重的地方，就掉了一点。大家看这颗牙。然后我现在想的是，要不去给它磨一磨，要么呢就给它接一点，用那种树脂或者什么。应该什么都不影响，因为我这个前牙本来就有一点往外凸，所以平常用的也不多。说实话，用的也不多。像我这么说话，估计不仔细看，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应该都看不出来。只是因为它就是刮掉了那么一点，所以这截面有点涩，不舒服。主要就是这儿掉了两块皮，就蹭掉2块皮，就是那种就是擦伤嘛。
所以呢，就稍微一出汗，就疼得要死要活的，不能碰。我现在是包扎住了，里头就没有直接穿这件衣服。早上起来还在这个渗组织液，所以没法跑步。这天也热起来了，昨天去买了个菜，稍微走了几步出点汗，哟巨疼，包上也巨疼。我看大家评论说的那种就是喷雾的液体创可贴，去了这边几个药局，包括这个挺大的药局，是有液体创可贴，但是都没找到那个喷雾的，那就很奇怪啊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是不是找的方式有问题。然后后来一想也就算了，因为我估计啊，明天就干了这个伤口，只要它那个结痂了，那出汗没事了就没事了，因为其实完全没有内伤，除了牙这比较严重以外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也不影响那个运动。所以我估计，如果明天早晨这儿能结痂，我就恢复几公里的慢跑。明天正好最后一个训练日吧，跟大家聊聊天。如果不跑呢，我也会发片子回评论的。然后大家说那个叫什么湿性愈合，我看那个了。后来原来我是第一次听说，说是愈合过程比较舒服，不结疤。然后其实我也不，我倒想让它干呢。现在这一天了，它还在流淋巴液，这组织液流的特别多，就不怎么流血了，但是全是那个透明的体液流的。那个我不打算特意的去尝试了。其实啊，我心里从小是有那种英雄情节的，这不妨跟大家闲聊两句。我从小觉得这个男孩子就得是有伤疤，就得是就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准确不准确，但是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运气挺好的，也没怎么受过大的伤。受过最大的伤是左手两个指头缝了10来针，大拇指跟食指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个伤疤。特小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就一下推门没推正，特着急，推到那玻璃上了，把玻璃给推碎了。这一下，当时人都傻了，那手指头流血又多，对吧？昨天摔完，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你看人家那个运动员或者小孩子摔一跤打一滚就起来了。昨天我刚才跟老哥说呢，这反应能力是下降了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地上了，哼。然后就倒在那儿，疼。当时那一下真挺疼的，大喊2声。边上还有日本人问有没有事儿呢，我说没事。然后我就跑回去了。昨天跑回去还行，昨天主要担心的是没有任何地儿能有镜子照一下，当时不知道自己摔成什么样了，担心这牙。后来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其实就是我老说这个，大家说运动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对身体有消耗，对吧？我总说呢，这人从出生到离去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。你身体的各项机能、各个零件、各个细胞，就说它是在代谢，它是在复制，它是在再生，但是它一直是走下坡路的，它肯定是越来越不好。今天坏点这儿，明天坏点那儿，对不对？这个坦然面对。我现在马拉松这几年就是让我把这事儿想得特开。就是你遇到了，你就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不了呢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是不是？那能怎么办？您在赛场上，你说我跑不动了，但是我非要把体力恢复到跑步之前那样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这世界上不存在真的七龙珠里的仙豆，是不是？行吧，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伤情，总结一下就是腿没事儿。膝盖没事儿，看来我还是一个跑者。当时摔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意识的，一定说腿别有事儿，所以腿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不影响后续康复以后的训练。最疼的是肉，最疼的是这儿底下都淤青的特别厉害，但是贴上了一点。影响跑步的主要是这个地方出汗会很痛，然后膝盖这儿因为伤口还是在。还没有开始愈合，就还没有愈合到不流血和不流体液的这个状态，所以也不希望它出汗。这边也挺热的了，所以就这样吧。那我这边弄了一个小的折叠自行车，还是挺方便的。他们这边弄自行车就得去弄这个东西，就是所有的
大部分的卖自行车的店都可以500日元弄一个，有这个你要是自行车遗失了就可以去查找。其实我想的是不是说遗失能查找，是因为如果大家这一排车里都贴了，就你没贴，那可能他就偷你那个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明天还是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吧，都是回评论。我看大家都是在发评论或者弹幕关心我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啊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昨天 Insta 360群发了，是不是？也有小伙伴问我是不是早用上了，并没有啊，我也是和大家一起知道的，非常激动，非常激动。今天回去问问看看这边什么时候开卖吧，太喜欢了，太喜欢了。我期待的就是这么几点啊，第一电量，第二是容量。其实现在容量用不完的，主要是电量，还有更好的镜头。因为现在就是其实我刮胡子的频率不高的，你们看波士顿到达那天能看出有这个熬夜之后的胡子，其实并不是因为胡子长得快，是因为不是这台摄像机它拍得更清楚一些。这台摄像机你们看大面上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仔细看这些树叶是有比较严重的涂抹感的。但是没有这部 Insta360 Go 2，就其实不会有咱们这个频道，不会有咱们频道这一系列的视频。我也给那篇图文消息发了评论，就是当初没有你也不会有现在的我，是不是？这相机真的是很适合运动拍摄的。然后把这个对，这个帽子，这就是我说，你看上面有这个黑的点儿，是被里边那个胶皮给染色了，就没办法再经常戴了，比较遗憾啊。衣服是今年的东京马拉松的文化 T 恤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一切都好。感谢大家的关心，感谢大家的关心，咱们明天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